双排模式它终于来了，我们也对独狼模式做出了调整，将其变成了常驻模式，上线2个全新的快速游戏模式，一个重磅 IP 的正式联动内容。温雷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是两难的，手雷数量暂时不想做限制，资深玩家可以跳过前面的教程的部分。大家好，我是 ABI 的游戏主策划阿布。我们的第2赛季将于7月10日上线。在聊聊新赛季之前，我想先感谢各位先锋在过去1个赛季的支持。关于新赛季，想必大家已经多少在体验服或者官方社媒上看到了部分的剧透。在这一期的对谈当中，我们想跟大家好好聊聊在新赛季都更新了哪些重点内容，同时我们也会回应目前网络上对我们的一些热门疑问，以及视频的最后我们邀请了一些主播做客我们的 Q&A 环节。首先，新赛季很多玩家呼声很高的双排模式它终于来了。在双排模式中，一支队伍会被限定为只有2名队员，同时我们也对独狼模式做出了调整，将其变成了常驻模式，以及强风的难度和产出。我们想要给非满编的玩家，尤其是独狼或者双排的玩家提供一套更合适的匹配和对战环境。如果这一机制表现良好且受到大家喜欢，我们会考虑在后续进一步对其拓展。其次，在新赛季我们加入了社区呼声已久的个人据点，玩家可以在据点中展示账号的战斗成果，个性化沉淀，打造属于自己的专属空间。朋友之间也可以互相访问。当然，现在的个人据点是初步版本，后续我们会花精力进一步丰富它的作用和体验。关于上个赛季社区很关注的投掷物平衡性问题，我们这次加入了防弹衣对所有爆炸物的防御机制。不同等级防弹衣将会对不同伤害性投掷物起到不同程度的防护作用，这将进一步降低爆炸道具的威胁，让他们在战斗中更多起到的是战术限制作用，而非单次突然的致命高爆发。我们再来聊聊新版本地图和局内玩法相关的变化吧。首先，我们对农场地图进行了新一期的扩建，新增了更多的行动路线，特别是在非主干区域增加了更丰富的拾取和战斗体验。农场的扩建还没有结束，会在更未来的版本继续更新。同时，我们也对电视台的部分区域进行了改造，改动集中在一些不必要的动线、不对等的枪线的简化和限制上。所有地图中体验不好的部分，我们都会持续进行优化的。地图改进是一项长期且持续的过程，我们会在未来逐步进行。另一方面，我们在新赛季里融合了多个地图内的设施与玩法，用以丰富战斗战略规划的体验。它们有的是作用于动线规划，有的作用于信息获取，有的作用于财富获取或者是撤离环节。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改动，进一步拓展大家的战术选择空间。模式方面，本次赛季更新，我们将上线2个全新的快速游戏模式，随机武器和武装升级。同时，我们还新增了一张专用地图，未来所有的快节奏的模式都会在这张地图中进行。这类模式更轻松，节奏更快，能够帮助大家在非高压环境中更好地熟悉身法操作和武器的手感。接下来是新武器的部分。第2赛季，我们推出了包括 MK14、AUG 在内的一系列新武器，不妨尝试，相信里面一定会有一把你的心头好。在新赛季，我们也进行了不少对局细节体验方面的优化。我们移除了一部分钥匙，将它们所对应的原本的钥匙房向对局玩家开放，提升探索和搜索的体验。我们也新增了 3D 标点系统，又加强了 HUD 上队友状态的展现，希望让大家能够更快获取、传递关键信息。我们还增加了一些背包内操作的自动适配，提升拾取、整理物资时的便利性。另外，这次还加了一些社交机制，如果你因为误伤队友被禁用了投掷物，只要被误伤的队友们选择原谅，你就能恢复使用。在匹配时也新增了搜索协议选项，勾选后会保证队伍内击杀和助攻的队员有优先搜包权。最后还有一个重磅 IP 的正式联动内容，外观、活动、玩法都已经在路上，我们会在未来陆续向大家爆料，敬请期待。Hey guys, it's your boy Dean. A lot of people are getting frustrated because
people get overkitted, fighting people with like 100k kids in lockdown. The divide is just not there between lockdown and forbidden. 我们正在考虑给封锁区做更多的限制。不同难度、不同地图，其实我们一直有在持续监测玩家的所穿的装备啊和子弹的等级，情况可能也没有想的那么普遍，但是可能体感会比较明显。另一方面呢，我们确实也不希望所有人都穿一样的装备，带一样的子弹进某张特定的地图打，这样也会失去暗区多样性的这个乐趣嘛。不过确实我们是在回顾封锁强风的验资的门槛啊，在未来有可能做出调整。The nade cooking's the problem. I think the nade cooking should get removed, and the GHOs should only stun you. I don't think you need to have stuns that hit people through cover. 温雷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是两难的。我们现在在新的赛季当中是做的一些机制，可以根据这个防弹衣去削弱这个伤害的这个效果，还是把我们的设计目的体现了出来。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投掷物更多的是一种，比如战术驱赶，是一种这个探点，或者是一种这种战术行为，不是一个高爆发突然的一个致命行为，是这样子一个导向。所以我们先想要把这样子的情况实装了之后，然后再看一看大家体验下来的结果。Will there be a limit on grenades? If we are going to get a grenade limit, can we also see a change in when you throw a grenade, it will take some of your arm strength and your stamina away every time you throw one. So it will penalize you every time you throw a grenade. 手雷数量暂时不想做限制，但是投掷物的问题，就像前面说的，我们会从别的方向去进行一些改动，看一下这个效果啊。限制数量的话，其实有一些比较特定的打法就可能用不上。另外呢，在需要投掷物的情况，我可能还要借手雷，或者说我还要靠我去 loot， 那这样子的话，体验应该也不是很好。手臂体力这个确实也有考虑，不过还是会觉得就是想扔的时候，然后扔不出来，是因为我手臂没力了，脱力了。这个其实在比较紧急的时候还是比较挫败的一种体验。所以我们关于投掷物这一块，大家用的比较多，我们目前的改动相对还是导向性比较明确，可以说没有那么激进啊，想再这样子观察一下。Hey guys, are there any more skins coming out? That would be really cool to know. 我们新的皮肤还蛮帅的，我是很想买，看到了之后，而且我们也会有这个重磅 IP 联动的皮肤，这个大家放心。或者另外大家有什么想要的皮肤，也可以就是打出来，我们好好的收集。I wanted to ask in the future was custom games, something that I've been really interested in. A lot of my fellow streamers and friends have been interested in seeing the potential ability of playing custom games, not just for tournaments, but also, makes a lot of our lives easier with YouTube content and stuff like that, just to run around and showcase some things. So I guess that question would be when or will there ever be coming? 这个其实牵扯的就是技术改动面也相对会大一些，这个我们周期会更长一些，我们也有考虑，而且我们一些特殊的场合也需要用到这样子的一个游戏版本嘛，所以我们也在持续的在做，但是什么时候去推出到每个人都可以跟兄弟开2局什么，这个可能会相对久一些。 How are we doing, devs? Will we ever see a return to Forbidden Farm? I know for me, that's my personal favorite map. It was really nice to have that Forbidden option. 其实我们加这个难度会根据实际的这样的数据，大家的这个喜好程度，然后再去决定。 Another question I have is for some of the smaller calibers like 9x19 and .45. Will we ever see like an additional tier added, a tier 5 ammo, or maybe a buff to the current ammo? Because it feels a little bit underwhelming right now. 加这个加确实有一些比较弱势的口径，包括枪械的现在丰富度也增加了之后，我们也发现我们有一些口径使用率什么的都会下降，那其实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希望每一把枪或者每一个口径都有它的使用场景。 Hi, my name is Eager. Is there a plan to fix the blocked screen while spectating a teammate that is looting? 这个我们正在做，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可能会需要一定的周期，那在之后的版本有可能会跟大家见面。 This is Big Jig. Could you maybe share any details about what's in store for the upcoming map? For instance, can you provide insight into its theme, size, whether it will be indoor, maybe an outdoor map, or perhaps a potential release timeline, such as within this year or maybe not? 这个确实在做了。然后这张图的设计理念呢有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这张图
它会有一些这张图独有的机制，然后去丰富在局内规划和交战的体验。另一个呢，就是这张图它的对战、它的进程这些预期都会比较明确，让玩家在这张图的对战当中可以去打得更加明白、明确。这张图是一张中型地图，有室内和室外的两个部分。Contributing to the sense of inflation within the economy, this trend has made it increasingly challenging for new players to compete or catch up. Can you share your approach with addressing inflation without relying on wipes as in common in similar games? 经济问题其实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一个系统，市场上面看到的物品的价格只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呈现。我们可能是多方面会在新赛季做一系列的调整。一方面呢是像防弹衣、头盔、子弹这样子一些作战的必需品，甚至是消耗品，我们会确保它的价格，用更全面的措施使它们的价格落在更合适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呢，就是那些局内可以捡到的杂物，我们会用合理的手段去提升它的价值，让杂物有它该有的这个价格，这样子也会提升玩家在局内拾取、出来出装整个一个行为的一个体验。整个游戏的这个通胀问题，在不删档的情况下，其实也是我们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然后我们也在尝试着用一些玩家可能感兴趣的点，消耗玩家手中多余的一些科恩币，换成他们所更感兴趣的、所珍惜的这些账号资产，但这个我们还在探索当中。个人据点的出现，承担着我们一部分这个展示我账号个性、展示我这个玩家的长久以来的这个作战的一些情况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在未来，个人据点会承担更多的功能，我们也在丰富这个系统带来的体验。Is it possible we could have like a choice for a new player to skip all the hand holding and easier part of the game where they make you verse bots? 可能后面我们会做一个就是新玩家进来之后的选项，说如果我是射击游戏的老司机，我就可以跳过前面的这个教程的部分。觉得前期交战体验可能会比较弱啊，这样子的问题可能是也需要账号练到一定等级，然后解锁了难度更高的地图啊，然后遇到的玩家不一样啊，等等，这样可能会交战体验会更好一些。后续我们可能也会想一下怎么让这些射击游戏的资深玩家能够在前期也很快的接触到我们比较核心的交战体验。Hello there. As new graphics quality settings were added that allow user to basically decrease the details to zero, the grass disappear, and make the game look more arcadey. As much as I would love these settings for competitive side of Arena,I don't think you should be able to turn on the grass in an extraction shooter. What are their thoughts on that? 我们一方面会尽量在未来继续的去做这个性能优化的部分，能够帮助我们采用更合理的方式，让相对低配置的玩家能够更好的玩我们游戏。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新赛季中，对于标准画质啊或者高画质的这个草地，我们也做了一些修改，想让两者差别没有那么的大。出生点的问题，其实我们一直在持续的改进，并且我们在改进之后也会去观察数据上是不是降低了这个出生就打，然后出生就灭队就死的这样子的一个频率。观测下来，我们的改动也是一直得到比较好的验证的，是有效的。在新的赛季当中，我们以前的各张地图也对出生点进行这个或多或少的稍微改动吧。就大家如果说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出生点的问题，觉得不太合理的，我们也可以再具体的去分析，然后再去找到更好的出生位置。本期开发者对谈就到这里，希望你会喜欢第二赛季带来的所有全新内容。7月10日，第二赛季燎原正式点燃，叫上兄弟一起突围，我们暗区见。